大家好，我是英国小克里。今天我想聊聊这个中国人跟老外交流的时候的那些古怪的习惯。古怪行为一：动物园里看猴子。我来自英国，一个很多元化的国家，日常生活中会有很多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人跟我交流。可能相对而言，在中国外国人没有那么常见，所以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经常会有人不假掩饰的盯着看我，或者是回头来看我，就是像动物园里看猴子一样的，完全没有中国人之间那种不好意思盯着看陌生人的感觉。不过这个我早就习惯了，我也了解到他们的这个好奇没有敌意。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对视我太尴尬了，我就主动跟这些人打招呼，但是他们反倒不好意思了。古怪行为二：当中国家长路遇老外。北京奥运会以后，很多人其实已经习惯了在路上看到老外，但是在有些家长的眼里，带着孩子在路上见到老外的时候，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比如说在地铁上，我经常会听到这个身边的家长悄悄地对孩子说：“你跟这个外国叔叔打个招呼吧，或者你跟这个外国哥哥说两句英文吧。”一般这些中国的孩子不会主动跟我说英文，其实是他们的家长催促，他们只会说一句 “hello” 就跑开了。有的时候我也碰到一些家长想让他们的孩子跟我合影拍照，有的人也会直接用英文问我，或者是用汉语问我，而且我一般都会答应。但是我也会碰到一些想偷拍我的人。最无语的就是那些想让孩子跟老外拍照，但是不好意思开口的家长，直接窜到我的这个对面，让孩子站到旁边，然后孩子跑进了镜头，他们就拍。我明明听得懂，也看得到，但是也不好说什么。中国的家长为了孩子，充分的想利用这个他们身边的资源，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大大方方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直接跟我说吧。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影响，不是吗？古怪行为三：老外听不懂中文。大家一般都觉得外国人听不懂汉语，中文对于外国人来说特别难学，所以经常当着老外的面，这个公开的用汉语议论你，以为你听不懂。有一次我在青岛的海边，旁边有两个中国人在讨论我是什么国家的人，以为我听不懂。一个男的就说他鼻子那么大，肯定是德国人。他的这个朋友不信，他说他的脸明显很像一个英国人。打赌吧，输了就请吃烤肉串。我兴致勃勃地站在他们的旁边，听他们争论半天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就跟那个说我鼻子大的人就说：“今天烤肉串你请吧。”然后他们那边的人都惊呆了。另外，我还碰到一种人，他们知道你会说汉语，但是不自觉的总会用这个对小孩子说话的那种口气跟你说话，或者说的特别慢。比如说，他们会说：“这是我们北京非常好吃的面，你要不要尝一下？非常好吃的，你先用筷子拌一拌。我知道很多外国人不会用筷子，你会用筷子吗？然后你加一点黄瓜，你加一点这个萝卜，然后他就站起来给你演示怎么吃饭。”其实我也遇到很多英文说的特别流利的中国人，在中国人的眼里，他们中国人说英语很正常，但是外国人肯定说不好中文，太难学了。但是我说我是剑桥这个中文系毕业的，很多人就觉得难以置信，搞不懂为什么一个英国人会想学汉语。我在中国这个生活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是我汉语在国外也学了已经7年多了，几乎每个人都会问你是不是在中国长大的。我知道我的这个情况可能比较特殊，但是有的时候我只要说一句你好，对方就说哇塞，你讲中文讲的那么好。可能是进发闭眼说中文还是有一点不可思议吧。
每次到北京机场的时候，我都会看到一条横幅，上面写着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。中国这个礼仪之邦，自古以热情好客著称。不过我还是想，为什么中国人对待外国人和对待中国朋友的好像不太一样呢？可能有的时候你越想好好的接待一个客人，他越想自己是一个外人。这可能是中国人说的客气吧。我想我选择了中文作为我的专业，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汉字和发音。大学时我还翻译了这个孔子和孟子，也读了一些《资治通鉴》，学习中国的历史。后来来到了中国以后，我就逛胡同、吃地摊，适应当地的这个风俗习惯，在国际会议上做同传，向世界推广中国。与其是得到这种老外的特殊待遇，我更希望成为中国朋友眼中的一个邻家的小伙子。总之，我想说，大家跟我交流的时候不用那么客气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欢迎大家批评和留言。使用微博的朋友还可以加我的微博英国小克里。好的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